你知道世界上最诡异的事情是什么吗？不是鬼故事，不是外星人，也不是神秘失踪案，而是这3样全都碰到了一起，还发生在一艘真正存在过的船上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艘船，一艘历史都无解的幽灵船——玛丽·塞勒斯特号。这事发生在1872年10月20号。经验老道的船长本杰明·布里格斯带着妻子和2岁的女儿登上了停靠在纽约50号码头的玛丽·塞勒斯特号。这是一艘30米长、198吨重的双轨帆船，刚刚翻新过，状态极好。他们此前的任务是把1700桶高浓度工业酒精运到意大利的日内亚，整艘船的货值约在35000美金，货物、船只都已投保。这趟看起来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布里格斯不仅是船长，也是船主，他非常信任自己的水手。他的水手大部分是美国人，只有4位是德国人。布里格斯在出发前给母亲写了一封信，说对船员很满意，天气也正在好转，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出海任务。11月7日，玛丽·塞勒斯特号起航。没几天后，另一艘名为德格拉蒂亚号的船也从纽约出发。他的船长名叫大卫·莫尔豪斯。这2位船长据说关系还不错，出发前还共进了晚餐，约定平安归来后再喝上几杯。但他们谁也没想到，那顿饭竟然成了永别。1个月过去了，12月5日下午，德格拉蒂亚号航行到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附近时，船长莫尔豪斯突然注意到前方约10公里处有一艘船摇摇晃晃地飘着，正是玛丽·塞勒斯特号。但这船的状态不太对劲啊，船帆乱成一团，绳索在船外，没有回应任何信号。于是莫尔豪斯派了2名水手乘小艇登船。接下来的发现让所有人背后一凉，船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不是说他们躲起来了，而是说这艘船连一点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没了。更诡异的是，船上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，值钱的首饰也都没被拿走，连孩子的玩具还摆在床头上。更瘆人的是，救生艇没了，而主轨帆还升着。船在海上航行，在船底进水严重，船头有几道诡异的刀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拖转留下的。在船长的房间，地上凌乱着私人物品，一把带锈的铁剑被藏在床底，上面还有模糊的血迹。文件导航仪都不见了，但风琴和乐谱却整整齐齐地摆放着。油灯灭了，但灯油瓶还立着。这不像是打斗，更像是人匆匆离开，而不是仓皇的逃命。无法解释的是，船长房间的钟表是倒置的，但时间依旧准确。航海日志最后记录时间是9天前的11月25日上午，记录时间位于圣地利亚岛附近，距岸只有3公里。而此时坐标对比，散德斯特号已经飘了700多公里。这件事后来上了英美的所有大报，成了19世纪的大热搜。德格拉迪亚号将他带到了直布罗陀法庭进行了听证会，最后给出的结论是，船员喝醉了闹事，杀害了布里格斯一家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可问题来了，船上的酒精都是工业用的，喝下去就是自杀。船上并没有发现大量的血迹，那把淡血的剑后来被鉴定为柠檬酸铁，也就是说有人用柠檬汁擦过剑。所谓的刀痕其实是海水常年侵蚀木头形成的自然裂缝。那谋杀论破产了，于是又有人怀疑是不是布里格斯和莫尔豪斯合谋搞了个骗保。可这又说不通，布里格斯把老婆孩子全都带上了船，还在家里留下了一个6岁的儿子。如果真是骗局，他完全没有必要拿家人下赌注。那船员为什么弃船呢？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极端的危险？一位保险调查员推测，也许是不小心引爆了酒精释放的气体，全员担心大爆炸，就急急忙忙上了救生艇，但船上根本没有爆炸的痕迹，这只能解释恐慌，不能解释消失。更离谱的猜测也逐渐出现，有一种说法是海盗说，但海盗没有拿走任何贵重物品和货物，只为了抢人，更何况船上没有搏斗的痕迹。还有一种巨型乌贼说，有船员说那片海域有种能长到15米、触手粗如树干的深海巨兽乌贼王，可以一口推下一个人，但他没理由顺便带走导航仪，还恶趣味地把钟表给倒置过来吧。还有一种说法叫外星人绑架说，听到这个你也许笑了，但当时有很多人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，甚至有英国学者把这件事和亚特兰蒂斯吉萨金字塔连成一条神秘线，听上去更像是扯淡。现实一点的解释也不是没有，
有学者指出，也许当时海底发生了小规模地震，或是船底酒精泄漏造成烟雾，让船员误以为发生了火灾，或是遭遇海上龙卷风，迫使人们弃船求生，结果风停了，船继续飘，他们却回不来了。还有个细节一直没能解释，船长房间的钟表倒挂着，但时间是对的，这成了很多穿越爱好者和时间裂缝论的证据。但最现实的说法是，布里格斯可能想修表，结果装回去还没来得及把它摆正，就发生了危机。那这艘充满谜团的船后来怎么样了？1873年，他完成了航行，回到了纽约，但因为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没人愿意再买。之后换了几任船长，其中有一位叫塔希尔的，在圣赫拉纳岛离奇去世，成了第3位死在这艘船上的船长。到1885年，这艘被诅咒的船最终在海底触礁，彻底沉没。150年过去了，玛丽·塞勒斯特号的船员到底去了哪里？没人能说清船员的命运，也没有哪一个解释能让人彻底的信服。它就像是一块大西洋里的诅咒石，不断吸引着阴谋论者、历史学者，还有像你我一样对神秘世界充满好奇的人。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，但这艘幽灵船已经用一种最诡异的方式，永远地写进了历史的航海日志里。这里是渡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